在如此绝望的代价下，那些族长为了保全自己的种族血脉，也只要无奈地答应了下来。一般来说，那些族长的实力也是极其的强大，就算是4重天位神乃是4重天位神巅峰，也不见得可以让他们产生真正的惧怕。而现在看到有如此多的神兽势力都加入了龙盟中，就说明神龙族的那位神龙怕是已经成功蜕变，成为了5重天位神。只有传说中的5重天位神才能够让诸多的神兽势力都不敢去轻易的对抗，一旦对抗，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死。真是好手段，知道我们圣龙族和圣龙族联手，竟然将其他神兽势力也拉拢了起来。二神斩的怒气也是在此刻瞬间飙升起来，恨不得能够直接将神龙族从这万兽神界中铲除。然而在大神斩的脑海里却想着并不是那么一回事。他沉默了片刻时间，然后沉吟道：我想这一次神龙族创立龙盟应该有几点。二神斩也是惊疑了一下，竖起耳朵的聆听起来。第一点，神龙族创立龙盟为的就是能够统治整个万兽神界，只要将这些神兽势力全部加入其中，那么神龙族自然是最高的话语权，所有的事情都要听他的安排。第二点，就是他们这样做，就是在他们准备攻打我们圣龙族和圣龙族时，不让我们集结更多的战力来对抗他们。在大神斩头头是道的分析后，一旁的二神斩直接是被神龙族的这计划给震惊到，这还真是一件一举两得。真是该死，对方如此做法就是想要我们置于死地。没错，神龙族这一次肯定是势在必得，立马通知下去，让族中加强戒备，还要通知一下祖龙族那边，让他们的防御戒备也加强。这一次神龙族已是做好了万无十一的准备，在他突破成为5重天位神的第一件事情，首要就是灭掉我们圣龙族和祖龙族，好让他们能够彻底的统治整个万兽神界。大神斩也似是感受到事情的不妙，也是立马对着下属吩咐道：大神斩、二神斩，我现在就立马将这消息通知下去。说完，那道身影也是以极快的速度消失在他们的眼前。这神龙族一日不除，万兽神界怕是都不会有安宁之日。二神斩双拳紧握，牙齿也是微微紧咬，压制着自己心中的那一份怒气。其实这还不是我最担心的事情，最担心的事情是神龙如今突破5重天位神，想必会触及万兽神界的苍穹榜，如此一来，他便能够引动整个万兽神界的能量，成为最强龙神，到时候才是真正的噩梦。大神斩也是开始担心起来，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，恐怕整个万兽神界都将会被其彻底的掌控，而他们这些神兽族都将会成为神龙的傀儡，那简直就是比牺牲圣龙族和祖龙族更加的危险。该死！不管如何，我们圣龙族都不会让其得逞，就算我们圣龙族真的被铲除，也不能让其野心得逞，至少让他们的皮也要少一块下来。大神斩叹了一口气，然后将目光看向了圣山的另一处位置，喃喃出声道：如今圣龙大人也已经进入闭关状态，希望等圣龙大人出关之时，是我们圣龙族的最后希望。如今的神龙族已经今非昔比，曾经可以制衡彼此的规则，也是在神龙突破到5重天位神后被彻底的打破，恐怕万兽神界也不再安宁，甚至一场猪龙之战也将会开启。想到这里，圣龙族的2位神斩更希望自己的世界是和平的，而不是经常这种打打杀杀，让的生灵涂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神龙族的行动也将会越来越大。如今的神龙族在神龙全新的蜕变之下，已经掌控了诸多资源，这个老不死的神龙似乎即将开始改写了如今的万兽神界了。当然，他们的动静越来越大，连一些仅次于最强3大神兽族势力都开始有些紧张起来，同时也派出了不少探子对神龙族以及最近风起云涌的龙盟进行监视。如果换作是以前的神龙族，虽然是大，可却丝毫不理会，可现在他们神龙族出现了一名5重天位神，又创立了所谓的龙盟，如此大动作就是为之后统治万兽神界做了基础的准备。也不知道萧炎如今怎么样了，是否顺利突破到天位神之列。说来说去，圣龙族的大神斩似乎对萧炎却是充满着一些信心。如果萧炎真的突破天位神，那么他就真的收服炼化了3昧神火，这神火乃是连曾经3龙都拿其没有办法的恐怖火焰，到时候萧炎的战斗力也是相当的惊人。大神斩，我感觉你对萧炎有着十足的信心啊。二神斩虽然知道萧炎的天赋很强，战斗力也是相当可怕，可是就算他真的突破到了天位神之列，就能够抗衡一名5重天位神的神龙。我也不知道，可能这是一种感觉吧，等他出关的时候，怕是一切事物都会有所逆转改变。大神斩瞭望着正前方那高耸入云的山峰，满脸写满了一丝期待。而且我有着预感，萧炎突破天位神似乎已经并不远了。圣龙族的2位神斩静静地看着前方的一座座连绵不断的山峰，同时也在等待着神龙族的行动。与此同时，在神兽大陆的一处位置，暗红的世界依旧是那般的死气沉沉，
除了有着岩浆流动时发出的声响之外，这里便是犹如死域般安静，因为这里没有任何的植物，就连花草树木都是寸草不生。而这里就是神龙族。视线透过空间，在那神龙族的黑暗深处，一道显眼的黑影缓缓飘动在空中，在这黑暗的衬托下，那道黑影这是若隐若现。多谢大人的帮助，不然恐怕我也无法顺利突破五重天位神。一道带着感谢之意的声音从黑暗的另一处传出，而随着这道声响的响起，另一道身穿红色衣袍的男子则是出现在了黑暗之中，而他此刻周围的气息竟是强大的可怕。随着如此可怕的气息散发出来后，就连周围的空气都是骤然停滞。这样的异象，唯有超级神奇方才能够做到得到。而这位红袍男子正是神龙族的族长神龙。如今他真的顺利地突破到了五重天位神，成为了万兽神界这数百万年来的最强第一人。不必客气，你我正是合作关系，我帮你其实也是在帮自己而已。而黑暗中的那道黑影摆了摆手，语气极其森然的道。神龙也是对其黑影满脸的恭敬笑容道：大人请放心，只要这一次我将圣龙族和祖龙族给铲除了，那么整个万兽神界都将会被我掌控，到时候你要的那个东西，我定会双手奉上。听着神龙如此说，虽然在这黑暗中看不到那黑影的表情，可是可以感觉得到，此刻那黑影的表情有所微微变化着。很好，如果这次你能够成功将那东西夺取来，那么我便让你更容易地触及万兽神界的苍穹榜，让你成为最强龙神。闻言，那神龙更是激动起来，当即身躯一激灵，对着黑影跪拜了下去。因为他对于眼前这道黑影的实力有着绝对的自信，就算是他如今突破到了五重天位神，可是在这道黑影面前，依旧是感受到了极其可怕的威压。如果他们发生冲突，那么死的就是神龙了。一位如此强大的神秘人，神龙也只能顺从他。况且这一次自己在突破的时候也是遇到了一点麻烦，如果不是这位神秘人的帮助，恐怕自己不仅没能成功突破五重天位神不说，还会留下被反噬的后遗症。毕竟五重天位神乃是天位神中的一层分水岭，这个分水岭可不是那么容易突破的，不仅需要磅礴的神渊之气和自身的天赋，更需要一些契机，而这个契机就是将原本的天位海蜕变成天位星海。只有蜕变成功了，那么才能真正的踏入五重天位神之列，成为一名超级神奇。说实在话，神龙这次对兽星本源的能量有着极大的信心，可以突破到五重天位神，但他却是忽略了一点，那就是契机。多谢大人的厚爱，我神龙在解决了那两大神兽族后，定会将那东西交予你。神龙跪拜的出声感谢道。没想到这目前万兽神界的最强第一人，竟然会如此的屈身。如果让圣龙他们看到，这画面简直就是世间罕见。要知道，神龙的心性也是极其的自傲，不过这样的神龙还真是基本看不到。果然有野心的人都会伪装自己，在比自己更强大的神秘人面前，依旧是做到了能屈能伸，这才是他的成功之处。如此甚好，期待你的表现吧。说完，那道黑影便是消失在了这无尽的黑暗中。随着黑影的离开，跪在地上的神龙才缓缓地站了起来，眼神逐渐的阴冷下来。虽然他与神秘人合作，可是让自己如此卑躬屈膝的，在这数百万年来还是第一次。等我成为万兽神界的最强龙神后，就算你再怎么强大，恐怕也不可能是我的对手了。想到这里时，神龙的心机也是越来越重，看似要算计所有人。最近神龙族创立的龙盟，也是在整个万兽神界中风起云涌，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，已经再次扩大的模样。而如今龙盟的总部，便是设立在神兽大陆的最北方新区域。这里虽然不是万兽神界最繁华之地，可是却是最安静的地方。这里的区域山脉，很少神兽势力会将势力建立此处，因为这些山脉非常的陡峭，并且神渊之气也不是特别的浓郁，其中最多只有一些魔兽势力在这里落脚。只不过现在由于龙盟的总部设立于此，这些魔兽要么直接被铲除，要么就是做他们龙盟的看门兽。因为魔兽的身份在这片神兽大陆上可不会被看好，可以说魔兽在神兽面前其身份非常的卑微。如今这里在龙盟的建立下，也是使得这里的山脉更加的热闹非凡起来，不仅是规模还是繁华程度都仅次于神兽大陆的中心区。不过相信要不了多久，神兽大陆的北方之地也将会逐渐的崛起，实现中心区域和北方之地共同朝着更好的阶段发展。在这一座最高山脉的巅峰建立了一块庞大的地所，一座座恢宏庄园矗立在此，那般磅礴霸道气势，除了最强三大神兽族之外，怕是就连中心区域的中也没有任何一处建筑物能够将之超越。当然，作为如今最强神龙族所创立的龙盟，不仅有诸多的神兽势力加入其中，也有着为了更多资源的势力也是远道赶来加入其中。这里也成为了龙盟众多神兽强者议事的地点，以及他们加入龙盟后的居住地。如今的神龙族已经还不是3年前，因为现在神龙族有着一位超级神奇坐镇，那就是前段时间成功突破到5重天位神的神龙。而这位超级神奇已经彻底的成为了万兽神界的霸主，那地位已经是超越了圣龙，曾经那3大神兽族的平衡也就此被打破。在神龙的强大声势之下，龙盟也是日渐强大，更是如磐石般稳固。整个神兽大陆也是知晓了北方之地，但无人敢与之挑衅。在这些宏伟的一座庄园之中，某处极为宽敞的大厅中，不少人影坐于其中。而在最高处的
守卫上所坐之人，赫然便是如今龙盟的盟主，也是神龙族族长神龙。在神龙两侧不远处，便是穷奇一族的族长，以及桃物一族的族长，还有天启一族的族长。这些神奇强者皆是半步4重天位神的实力。除了这3大神兽势力，还有其他底蕴不差多少的神兽族族长都在这里出现。如今这些神奇强者竟然也都已经投靠在了龙盟，令得龙盟的声望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，其声望蔓延至了整个万兽神界。在神兽大陆上，这些神奇强者也都只是仅次于如今的2龙而已。现在在龙盟的地位实力，怕也是仅次于盟主的存在。现在能够参加龙盟这等首脑级的会议，都是地位不凡，实力又是超群的存在。这些能够参与首脑级会议的随便一人，都是那种跺一跺脚，整个北方之地都会抖上1斗的强悍之辈。不过在这种场合下，他们这些强人也都只是能够陪坐下席。可以想象，这龙盟中对地位的划分也是非常的严格，只差1级的身份，那都将会是巨大差别。在议事大厅中的气氛略微有些压抑，这股压抑气氛全部都是来自首座之上脸色略有些阴沉的神龙。各位，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加入我所创立的龙盟当中。其目光缓缓在大厅众人面上扫过，神龙淡淡的道：想必你们当中也有诸多族长想要取代圣龙族和祖龙族地位，不过想要彻底的铲除圣龙族和祖龙族，凭你们的底蕴势力自然不够的。而你们加入了龙盟之后，那么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他们的底蕴再强大，也抵御不住1名5重天卫神的力量。说到最后几字的时候，神龙的语气也是相当的沉重起来，一股无形的可怕威压也是对着在座的各位神奇强者笼罩而下。面对着如此可怕的威压，在场的所有人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是神龙故意释放出来，给他们一个下马威，让他们加入了龙盟后不要有什么对龙盟不利的想法，不然这位神龙必定让他们生不如死。在这绝对力量下，他们就算是半步4重天卫神又如何？恐怕如今就算是4重天卫神，甚至是4重天卫神巅峰怕都是不敢正面与神龙对抗。神龙那霸气的目光扫视着这些神器，最后在他那几位满意的目光下，收回了刚刚那股令他们差点喘不过气来的可怕威压。随着这股威压的消散，在座的各大神兽势力的族长才松了一口气。有些族长还以为今日他们就要交代在这里了。有了神龙刚刚的下马威，使得在场的大部分族长都没有了疑心，这一刻也是衷心的为龙盟做事情。神龙大人，威武！加入龙盟是最对的选择。我们早就想取代祖龙族和圣龙族的这超级2大神兽势力了，只是挨着他们的底蕴太过强大，无从下手罢了。如今有了龙盟的支持，那么我们当然会全力以赴。下方也是有着诸多的哗然声响起，同时还有几位族长直接站起来郑重道，其中就有穷奇一族的族长，因为穷奇一族的族长此前就入侵过一次祖龙族，结果战局逆转，导致他们不得不落荒而逃。而这一次加入龙盟为的就是能够铲除祖龙族，然后取代他的超级神兽势力的位置。其他神兽族也是有着如此的想法，不过至于谁能够取代祖龙族的位置，最后就要个凭本事了。好，只要我们之间相互信任，我相信龙盟在大家的合力之下，将会走向有史以来辉煌之路。见到大家的意见也都一致，神龙也是开怀大笑起来。此刻他的内心已是充满着高兴与激动，因为他的计划与野心终于要实现了。在气氛达到了一个极致的时候，神龙则是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，让大家安静下来，接着扫视着各大族长，接着说道：不过神龙族和祖龙族除了圣龙之外，还有一个人要防着。下方的各大族长也是惊疑出声，究竟是什么人让神龙都如此看好？在他们的眼中，想要铲除圣龙族和祖龙族，最重要的就是圣龙，只要将圣龙击杀了，那么一切就好办了。他就是拥有猪龙剑的一个人类萧炎。此话一出，也是让下方的各大族长神色都有着变化，因为他们听说过此号人物，其中特别是穷奇一族的族长，起初他们入侵祖龙族的时候，就是他的缘故，导致没有成功的将祖龙族消灭，也是他手中的猪龙剑，让得他们穷奇一族不得不放弃攻打，最后逃离而去。这小子，我真想将他给千刀万剐了，上次真是坏了我的好事。穷奇一族的族长紧握拳头，可以看得出来，此时他身上散发出一股肃然的杀意，对于萧炎也是极为的愤怒。我听过他这段时间，他不是将祖龙族、圣龙族还有神龙族的那万兽之源的问题不都给解决了吗？对，就是他，那可是连当初的神龙以及圣龙都无法解决的问题，在他的手中便是能够化解。如此恐怖天赋的人类，的确要小心一些。对于萧炎的大名，不少神兽族的族长也都非常的清楚。此人实力修为虽然不高，可是他身上所爆发出来的战斗力以及那深不可测的言之一道，更是令不少神兽强者都有些对其忌惮一丝。大厅中略微有些骚动，即使在座之人都并非寻常之人，可在那极为耳熟的名字下，依然是有些动容。一名能施展猪龙剑的力量，击退穷奇一族又解决了万兽之源问题的人类强者，则却容不得任何神兽强者有所丝毫的小觑。这叫萧炎的家伙，其战斗力非常惊人，
并且已经吸收了2道三昧神火的本源，而且此刻应该在吸收三昧神火的最后1道本源。如果成功的话，那么他便拥有了完整的三昧神火，到时候的确是一位难缠的家伙，并且那人类小子的体内可不止1道神火，似乎还有幻虚神火以及1道仅次于神火的绚丽之火。所以在我与圣龙对战时，你们要尽快的将此子你们斩杀，不然免得节外生枝。神龙手指轻轻敲打着椅背，这一次他也学聪明了，只要将这萧炎和圣龙击败，那么圣龙族和祖龙族就没有人可以阻止得了他们。不过神龙说出来的话语却是犹如一枚炸弹般，将大厅中所有人震得愣了下来。一人身上竟然有着数道火焰，这简直就是不敢置信的事情。要知道，神火那等神物，其能量更是霸道无比，破坏力更是无比的惊人。收服1道神火就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，可是这位人类萧炎竟然还收服了那么多火焰集于一身，真的不怕玩火自焚吗？这些族长只要想一想这事情，就无比的后怕。他们可是见识过神火的力量，简直就不是他们可以应声对抗的。神龙大人放心，这人类小子到时候就交给我。穷奇一族的族长第一个开口，毕竟他也要找萧炎算一算之前的旧账了。好，只要你们能够将这人类小子击杀，那么圣龙大家伙也会败下阵来，到时候你们便可以取代圣龙族和祖龙族的位置，让你们这些神兽势力在万兽神界中成为最强势力之一。见到这一次的会议很成功，神龙也是大笑起来。看来创立龙盟将这些神兽势力加入其中，的确是一件好事。不仅整合了万兽神界大部分的强大战力，还让圣龙族和祖龙族无法再联合其他神兽势力。如此一来，他们必死无疑。3个月后，待我们的龙盟彻底的稳固下来，我们便对圣龙族和祖龙族发起进攻。神龙一声令下，下方的各大族长也是沉声应道：是。事情也已经安排妥当。神龙的表情也是极为的精彩。这一刻，他也等了很久，而这一等就是数百万年。不过这么久的等待都是值得的。圣龙族、祖龙族，就让你们苟延残喘一段时间，时候一到，你们将会感到无尽的绝望。想到这里，神龙的嘴角也是浮起一抹诡异的阴森笑容，准确的说，那是胜利的笑容。在龙盟持续扩张的同时，圣龙族的万兽之源内部焚绝空间，萧炎盘坐在一处非常广阔的草坪上。萧炎体内的能量已经达到了第1序列神巅峰饱和状态，还差一个契机，便是能够突破天位神之列。好家伙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突破的状态，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一旁的粉老也是念念有词道，对于萧炎的天赋实在是无比的渗人。不过萧炎却是眉头紧皱起来，因为不管他体内的能量如此磅礴，都无法再度提升，仿佛是止步于此，没有突破的迹象。但是这都是正常的现象，因为与最强主宰突破到神奇一样，需要一个媒介，而想要突破神奇的桎梏，就必须要在体内种下神蛊。只有种下神蛊之后，有了这样的契机，就是能够突破神奇桎梏，成为神。而想要突破天位神的桎梏也同样如此，但不是神蛊，而是神魂。当然，神魂就是让自身达到神境灵魂后，召唤出神界天位，将自身的灵魂进入其中蜕变。一旦成功，那么才有突破天位神的真正资格。看着萧炎那眉头紧皱的样子，粉老也是淡淡一笑道：小家伙，你需要冷静下来，利用你的神境灵魂之眼去探查出神界天位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突破天位神。听到粉老的提醒，萧炎这才稍微的冷静而下。看来是刚刚自己太着急了，急于突破天位神，导致自己的心性急躁起来。然后萧炎的心神缓和下来后，稳固住体内的磅礴能量，然后将自己的神境灵魂力量毫无保留地释放而出，朝着万兽神界的四面八方急速扩散开来。很快，强大的神境灵魂便是将万兽神界给笼罩而尽，然后不能完全的将万兽神界全部笼罩其中。可是这也不影响萧炎利用灵魂之眼去探测神界天位。当然，一般来说，将整个万兽神界全部笼罩在自己的灵魂力量中来探查神界天位，那几率将会是大大的提升。可是如今萧炎的神境灵魂是初期，虽然触及中期的门槛，但是严格说起来并没有中期的灵魂力量。想要将整个万兽神界笼罩在其中的话，其神境灵魂的修为必须到达后期和巅峰才行。不过现在距离3年时间还差3个月的时间，萧炎必须要在这3个月内完成对天位神的突破。当然，外界的时间3个月，相对于焚绝空间里是3年的时间，如此时间对萧炎来说也是完全足够了。此时萧炎也是彻底的沉浸在了自己的灵魂力量中，开启灵魂之眼，探查万兽神界的天位。但是萧炎在灵魂之眼扫荡了一圈后，竟是没有发现所谓的天位。对了，小家伙，天位它无处不在，只有你感觉到它了，它才会出现。粉老再次提醒着萧炎，同时也是想让他快一点突破到天位神之列。毕竟猪龙之战即将开启，要是萧炎再不突破的话，对于圣龙族和祖龙族绝对是一个致命的伤害。或许只有等萧炎出关，才有一线生机。因为粉老已经感应到万兽神界中感应到了一股极其强大的神力波动，而这股波动正是只有5重天位神身上所拥有的恐怖气息。看来据粉老推测，那神龙已经成功的突破到了5重天位神，挤入了超级神奇之列，无处不在。天位
何为天位？萧炎释放着强大的神境灵魂，自言自语地思索着。当年在大千世界时，他的实力达到了圣品巅峰的尽头后，同样没有任何实力提升的迹象，只是靠着自身强大的感知力以及地炎的能量，隐隐约约地察觉到了一丝另一股强大的能量，而这股强大的能量正是世界之力，只有如此，才能召唤出所谓的苍穹榜。那么这神界天位是不是也是如此呢？萧炎认真地分析着这些信息时，在他的脑海中也逐渐地浮现出一个答案。既然萧炎的神境灵魂还不够强，那么就用神火来凑吧。幻虚现，紧接着萧炎的体内便是爆发出惊人的炙热气息，一道白色的火焰迸发而出，直接出现在了萧炎的手掌之上。看似只是一团火焰，可其中所蕴含的毁灭能量恐怖到了极点。接下来就靠你了。随着萧炎的话语声落下后，手掌中的白色火焰像是受到了什么命令一般，直接以萧炎为中心，快速地朝着四周蔓延而去。一道无尽的白色火海直接出现在了万兽神界的虚空上，并且通过神境灵魂的力量，那扩散的速度更是加快了数倍。